为了这场盛大的万乐花车巡游，英雄们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巡游路线，我记得很清楚。左拐，看，那辆华丽的花车缓缓驶来，车头是我们应有的墨菲特。传说中，它曾是峡谷中的重型机械，如今却化身为巡游的花车领袖，坚实而又不失华丽。虽然它偶尔会迷路，但它的热情和快乐总是能够感染到每一位召唤师。瞧，那过亮的彩带是他为大家准备的惊喜。谢谢，你们是最棒的观众。当红歌星散落风靡，自然也在主办方的邀请行列当中。尽管主办方精心准备，但对他而言，教会盖伦如何协调地摆弄四肢也是非常有挑战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游园庆典中最敬业的工作人员崔斯塔纳，他舍弃了玩耍的时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制作气球的工作当中，用他的勤劳和创意点亮了整个游园会。花车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前行，骑士盖伦也在守护大家的安全。不过这一次，他还得身兼伴舞一职，略显僵硬的手臂，磕磕绊绊的舞步，好在一切都圆满完成。在游园会的中心，每一滴水珠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花车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前行，所有英雄们都集齐了。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旋律一起舞动起来吧！谢谢露丝带来的精彩的表演，看得过不过瘾？好的，现在呢又到了我们的福利时间，我们同样的将露丝留在我们的舞台的中心。大家好，我是 Sage。Hello， 露丝，欢迎来到英雄的手游周年庆。是的，刚刚看到露丝的这一个欢乐庆典的演出非常的精彩，而且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年的手游春节版本上线的时候，露丝就加入了我们，成为了英雄联盟手游的品牌代言人。那现在也是共同见证了咱们手游的成长。所以露丝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现场以及直播间的各位说的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英雄联盟2周年的庆典上，跟大家共同的来欢度今天这么快乐的时刻。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欧到大奖，好不好？召唤师们加油！希望大家可以欧到大奖，也更好的进化，更好的美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 Sage， 谢谢露丝。那本轮呢即将成为我们的第2轮的抽奖环节，我们将会从2周年的祝福墙活动的所有的玩家当中抽选出1位锦鲤玩家，获得今天之前英雄联盟手游上线的全英雄、全皮肤，以及1位锦鲤玩家获得无畏契约上线以来所有上架过的主打套装。
验证获奖信息之后，客服专员将会协助您领取奖励。那昨天呢，我们看到 Sage 在长沙是我们的瓦的1周年，同时在瓦的现场呢送出了英雄联盟手游的大奖。那今天在咱们的手游的现场，同样的也以大奖的形式带来了无畏契约对于英雄联盟手游的2周年的生日祝福。同样的，我们的大屏幕可以滚动起来，这一个奖品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想要。份的英雄联盟手游史诗皮肤随机破罗宝箱，我们有请露丝将这一份奖励送给1000位幸运玩家。同样的，你说开始和停，我们的大屏幕可以滚动起来了。开始。看看我们的1000位玩家究竟会是谁呢？停。好，那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1000位玩家，你们所有的这个联系方式。那同样的，最后我们的名单将会公布在后续的官方微博之上。您会在结束的15个工作日内呢，参与我们的祝福墙活动的游戏账号内收到相应的奖励。再一次恭喜以上的1000位玩家。那其实啊，我们每一次 Sage 来到现场的粉丝如果再热烈一点的话，Sage 一般都还会有加码福利赠送的。想不想要现场福利呢？份信息前往我们的召唤师服务台领取属于您的礼物。好的，那么接下来同样的，我们还会有全员的口令福利。那同样的，有请 Sage 和露丝一同来为我们公布今天的口令码究竟会是什么吧。好的，这一轮的口令码是这一轮的口令码是海克斯霸龙奇袭峡谷。好的，海克斯霸龙奇袭峡谷，感谢 Sage 和露丝为我们带来的全员的福利。那各位玩家，同样您可以登录游戏，在社区的福利页面输入口令码，就可以兑换本轮的。谢谢。这比赛将会进行一次阵容的分路替换，让比赛变得。接下来呢，同样的也让露丝和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露丝，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手游的2周年的庆典。然后今天呢，带着我们的队伍，来到这里，很开心。其实啊，我记得上一次小年夜的直播当中，大家有看到我们露丝的这一个表现，同时照片也非常的出圈，很多人都说露丝打游戏的状态在演自己上分的感觉。那这一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这一次我们刚刚有练习一下，我觉得我们几个队友虽然第一次见，但是我觉得我们默契程度还很不错。对，这个就不是第一次见了，就我们老队友了。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比上一次抓耳挠腮的感觉好很多。哦，这一次肯定是好好准备了一下，期待接下来的这一个比拼了。那同样的，其实呢，除了要准备英雄之外，其实我们的2队的队长也准备了各自的 ID。所以先问问露丝，这次游戏 ID 会是什么？方不方便透露一下呢？因为这一次呢是在家乡成都在办这个庆典，然后呢，我取了一个非常成都的名字，叫趴趴根儿。对，趴趴根儿。然后我觉得成都也很多趴耳朵，所以我觉得趴趴根儿他们比较好叫我。对，好的，趴趴根儿非常有家乡的这个风味了。然后呢，我现在也是傲视宗师，所以说今天战斗爽。啊，没有想到啊，美食做的这么好吃，游戏还打得这么厉害，还是傲视宗师，真的非常厉害了。那平时这是不是一边做饭的时候一边看咱们这个直播学习技术啊？就是我。露丝作为队友，有没有什么赛前想说的？对于有点紧张，但是会竭尽全力拿下。好的，有你这句话啊。接下来是咱们的 KBG 的安然9，先跟他打个招呼。决赛准备好的东西要用到表演赛来。哇，决赛当中的东西要用到表演赛来，直接拉开了我们的这一个非常大的可能说技术的难度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果子哥，来，果子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守护露丝，谢谢。好的，谢谢，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那最后让我们有请骚明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骚明。好，骚明啊，其实这个发条是玩得非常厉害的，所以今天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英雄呢？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我们下午打了训练赛啊，我们准备了秘密武器，现在不能说，等会儿看就行了。啊，这么认真，训练赛
都已经打上了，已经要保密了。一会儿我们看看赛场，他们究竟会拿出怎样的一个阵容？那大家熟悉比赛的都知道，赛前除了这个介绍之外啊，放狠话的环节是看到我们这两队都必须要有放狠话的环节。那有请两队的队长来派出你们队的代表，放出今天赛前的狠话。小凯，出哪一位代表来放狠话呢？我们派出安然九老师。那看你们状态这么火热，那我们就用进入到对战席，准备。两队的粉丝彼此的一个较量，对吧？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大家先来哦，来，我们先来这边。联盟队是王俊凯队的粉丝们在哪里？没问题，那更多的就得交给选手们，交给嘉宾们在场上带来。就是我们今天赛前的这个预热已经预热完了，接下来就是场上见真章。没错，因为我们英雄联盟手游，我觉得其实做了解说做了10年，也解说过大大小小的比赛，但是我觉得手游的一个表演赛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手游其实更接近全民的一个电竞的一个感觉，对，所以它里面更多是吃配合，是吃也玩过加里奥，他的英雄池是非常非常全能的。是的，那另外一边也不知道赵露思这里今天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英雄？我有印象，他在小年夜直播当中是准备了一首安妮啊，但不知道今天因为安妮在最近很多个版本其实不太适合出现在比赛，没有那么热门了。对，那看今天有没有准备命运武器？对，但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就说实话，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精熟度。对，就跟版本英雄这些就不用多爆。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来自于这个赵露思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作，对吧？还有我们品牌代言人王俊凯的一个音乐，我也是非常的期待他一个现场的一个演绎。是听到我们的主题曲，能够期待一会儿的一个现场演绎。而且今天的环节确实非常的引人入胜啊，有非常多的比赛，而且也有非常多新环节的一个亮相。是。我感觉大部分的观众们就是可能都没有在听我俩在说啥啊，因为所有的这个吸引力都已经是被场上的2位选手给吸走了。说实话，我们也是，我也说的心不在焉，也不知道自己在说啥。我也想立马看到他们的比赛环节。感谢我们手游给英雄联盟手游送上一个2周年生日快乐的祝福。对，我觉得今天包含我们这个新出的一个皮肤，也是结合了那种有游行庆典的那种感觉。这个庆典的氛围，我今天来到现场是感受到满满的诚意。确实，是今天2队他们的位置，对吧？也包含了就是两边的打野应该都是由职业选手来担当，很有可能是。那剩下的位置包含了我拿到的名单里面，赵露思选手是要走在辅助位置，对吧？具体他会不会真的这样玩，我们也不确定。对，从他们赛前的狠话环节也感受到，全是烟雾弹，全是假信息，更多的还是等选完英雄之后，我们峡谷里见真章嘛。是啊。而且我感觉就是你说下路对手的下路，如果真的看一下进入到反正我在对面我下不了手，我说实话我可能把他的射手位击杀了，辅助就让他回了。之前咱们的明星表演赛里面还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是，对。那我觉得正常嘛，大部分人都下不了手吧。不忍心啊！画面上也看到了安秋金老师之前也做过赵露思的队友，对，也参加过咱们的一个直接进入到了召唤师峡谷了。是的，蓝色方的峡谷队，红色方的英雄队。那么游戏虽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暂停，我们也趁此很快的就排除了。那镜头也给到了选出中单卢锡安的王俊凯成为英雄啊！是，看这一把卢锡安能否成为小凯的英雄。而小凯也能否成为自己队伍里面的英雄？对，那峡谷队这里的中单是东北果子哥选择了辛德拉，而灵魂炼华皮肤我就认得了，卢锡安这个皮肤特别酷炫。CAT 这上来打的这么凶啊，玩了一个盖伦，用的也是我们这个庆典皮肤下路打的很凶，闪现一刀，梅尼耶是直接拿到了我们安秋金的一个一血 First Blood。本场比赛，没想到德莱文先上了2级以后为英雄队先打出一个击杀。
只要德莱文和机器人这样的一个英雄组合，相信各位在 rank 里面应该打得比较多。但这里有机会，小凯闪现一下，哎呦，走了，可能攻击距离差一点点，有点可惜啊。对的，这2枪点是点到了防御塔上。哎，但也是这样的失误才让我们看到他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说会所有的操作都没问题。是的。那上路这里，选出大树的话呢，应该这把是只能被动的发育了啊。而且刚刚也看到了我们的空投，对，1分多钟的一个空投，刚刚贺云应该拿提成在左安在主安特别重要的一个元素，先加入到我们的手游里面。没错，也是期待未来。而且刚刚其实游戏的进程也仅仅进行了2分钟，就感觉到选手们都是带着非常多的一些杀意来的。是的，主要下路这边应该是机器人一级出火箭飞爪抓到了人，然后让德莱文直接就拿到了人头，而且中路也险些完成了对位单杀。是的，看再次回到线上，小凯这波也是1条命打2条命了，没有回过家，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对，但以组合来说，女警加上道路斯水的这个萨勒芬，下路应该比较大的概率还是由峡谷队会拿到一个推线的一个权利。但这个机器人选出来就会给到颜值博主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对吧？会给一些压力的，不太敢去点防御塔。对，而且有线权也要考虑，这一波比较好的一个3技能是留到了德莱文，没有让德莱文往前追着 A 人的这个过程啊。是的，但你看这个安秋金还是有做到，哎，闪现完成击杀，但人头是亚米的，来了中路一波，很果断的一个闪现勾啊。他刚刚交过闪，因为上一波已经先被王俊凯打过闪现的。对。凯凯所带来的一个对线优势啊，下路排上来，钩子勾到了萨勒芬尼，勾到了皮城女警，但皮城女警位置很危险，再来一刀，没反倒也拿到这个人头，有点可惜，因为这波赵露思的一个双翼其实已经命中了机器人，但机器人还是在一个极限的位置勾到了我们的安秋金，那安秋金就被击杀了，反倒上路就显得有一点点云淡风轻，但 CAT 这个闪现，他感觉有点想杀，有动杀心了，但石头人啊，这个进防御塔下可能还是比较怕被撞起来。又来了，点2下，透体圣光，透体圣光收尾。王俊凯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1个击杀，没问题。英雄队现在的感觉优势是有点大的，3线全优。对线的经济也领先了个3000块钱，这样的经济等到资源团刷新的时候，应该影响会非常大。是的，现在就是 CAT 老师现在压力比较大了，中下都在杀，你上路在干嘛？上路，亏你还是个解说，他想抗压，来了，压线是有压，来了，阿兰九的第1波想要斗王俊凯，但留了一个冷酷追击，一技能很漂亮，再接一个眩晕返场，完蛋了，王俊凯被赵露思给魅惑了呀！哎呦，这一波峡谷队的3人包中打得非常好，果子哥也给队友点了个赞，下路的走位很漂亮，躲开这个钩子，但躲开德莱文的平 A 被禁锢住了，闪现一刀拿到人头。那下路这一波，因为赵露思啊前往了中路去做一个支援啊，所以最终这个还是没有办法以1敌2。但现在两边，我觉得火药味聚焦就聚焦在中路了。是的，可能就会变成中路大乱斗的一个局面。安南九过来，一个大招接 Q 技能挂到，但是机器人勾了他一下。刚刚满血的一个德莱文血量还有1/3，但是赵露思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一技能留人，让安南九拿到了这个连胜的 shutdown。而且中路也完成了击杀，而且这一波应该是小凯的单杀吧？好像是一波单杀，因为刚刚我没有注意到亚米的助攻。亚米的1-0-1，第一颗人头是自己闪现攻拿到人头，第二颗人头应该是过来的时候过来帮了一波。对，那这波小凯直接在4分10多秒这个时间节点完成了对位单杀呀。中路的缺口已然被小凯给打开了。是的，贺云这边感觉想要站出来跟 Kate 直接来做一个皇城 PK， 但感觉这两个英雄要打击杀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中路不知不觉已经把一血塔给推掉了，小凯还在追着东北果子哥，看一下这一波，这把已经死了3次了，但是又是一个闪现的大招，有闪的闪现过墙，有一技能吗？没有位移了，这波位移已经还在 CD 当中。是的，冷酷追击应该是在 CD 当中。闪现一个钩子勾到了安然9人头，小凯再次拿到3-1-1。那这把英雄队的双 C 的发育已经是遥遥领先峡谷队了。对，出来还可以再带第一条5分钟说的小龙，很舒服。这把比赛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冰龙啊，确实是降温了。哎呦，这也是刚刚的一波 replay， 穿冰的一技能很精准啊，然后用个圣枪洗礼来做收尾。对。
好有手法呀，这个。现在这个双射手感觉有点肥啊，对于峡谷队来说，怎么来？他是会打完以后3条路都还会有一个线上也可以捡的线，再加上打野自己身上有的，一共可以有4次有类似于小爆破的一个机会。对啊，而自走炮台呢，就顾名思义了，就是一个先被英雄队给拿下来。对，现在团队的一个经济差已经差了一个5000块钱了，而且英雄队也控下了第1条小龙，安然9在控上边的资源。可以看到赵露思现在是已经直接来到中路了。刚刚画面上我们看到他跟安秋金是有说有笑，不知道是不是在说那下路你可能自己玩哦，我现在得去保一下咱们中单。是要团队为主啊，有点像小龙龟，这个致谢就有点像小龙龟。对，他会撞人。现在王俊凯跟赵露思都是盯着屏幕，可能脑袋也在想，接下来我要怎么去来进行这场比赛，规划一下接下来游戏该怎么取得胜利啊？是的，因为来到这种地步，表演赛，回来，又是一波中辅的联动。是的，中辅这一波2波的击杀，王俊凯、赵露思都蛮关键的，应该是控制技能给到了。这一波可能是一个弱者退散，配上了萨勒芬的一个1技能，加上大招。直接是完成击杀，但是海克斯致谢也被英雄队给控了下来。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中路线在后面，一会儿会生成一个蓝色的小球，应该是可以让卢锡安过来直接去带着往前推塔。等王俊凯出来可以去捡这个小球来帮助他来获取对面的一个镀层的一个血量。对。而上路这里2个肉还是打得有点难分难舍，一切安好。对。上路现在是有点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因为中下打得非常的激烈啊。是，刚才看到德莱文身后也是跟着我们海克斯的致谢了，而亚米也是带着3个小球，野区应该遇到了，给上一个大招，果子哥的位置很危险，一个平 A 拿到人头。果子哥这把是最受到针对的一路呀，而且下路是一个4月1，小凯直接滑步过来，再拿一枪，人头是被德莱文给拿到，但下路的塔也能推。梅尼也拿到这颗人头，那上路这里想要动 Kate， 但是。Kate 还是比较肉的，盖伦还是比较肉的，再一个1定住，但是石头人没有选择交大招，反倒是把萨勒芬尼的闪现给打了出来，有点保守了。这波闪现有点怕。但是在野区亚米遇到了安然9，安然9跟闪过来的一个爆裂球果把人给救走了。Q 技能是 Q 掉4角球，但石头人鳄鱼闪现大招，终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1个击杀。而 CAD 这边1D3大宝剑插下来，但并没有把安然9给击杀。小凯来了，倒了，但是安然9这个位置被小凯给收掉，回头再配合队友。还有一个辛德拉再往前，斗气圣王再 A 2下 ，Double Q， 小凯再拿2个头，5杠2杠4了这一把。如果刚刚太阳勋的机器人没有因为点火拿到那个人头的话，就是直接一波3杀了。对，支援的速度非常快啊，而且中路的这个缺口也越打越大了。对，主要现在双 C， 大家可以在经济面板上面看到领先的幅度现在有点太大了。再加上我们新版本的海克斯飞门，也会让场上的选手们有更多支援的一个机会。是，但这个飞门也是有冷却时间的哦。做完以后40秒会进入冷却，而且是2队共享这个冷却时间。哎呦，镜头之外再拿1头，小凯杀的有点快 ，OP 老师都捕捉不到。这边忽然又拿到了1颗人头，已经来到6颗人头了。下路的2塔也被推掉，英雄队给了很大的压力，而且这波想来抓 Cat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手中大招2个，但是反手一个大宝剑拿到了赵露思的1个人头，再来一个平 A， 安然9虽然踢得很不错，但是没有用，过分了，所以我直接点名批评，直接一个德玛西亚审判就往咱们赵露思脸上直接压下去了。Cat 这一波确实啊，哎呦，海克斯死爪过来给上一个钩子，再去击杀了对面的皮城女警。是的。这才9分钟不到啊！老师刚刚身上是有这个石像鬼的，开了那个石像鬼一堆盾，然后被对面3个人追着打，但队友到以后直接反打，现在局势感觉已经挡不住了。英雄队在第1局比赛也实现了一个一边倒的一个状态啊！是的，这东北果子哥刚刚赛前好像说他有一些秘密武器，但这个辛德拉感觉这把有点被王俊凯给压制住了。是，看看这里好滑步，天音波，再来一个击杀吗？有机会吗？被混到了。但是这波自己的血量还是比较安全，后续再来一个让子弹飞，所有的队友挡住王俊凯面前。现在亚米再给上一个大招，跟上一个钩子秒掉了对面的盲僧 ，Cat 守护住了小凯，小凯这波没有倒下。是的，他身上还有石像鬼，这边哎呦，贺云只撞了一个 CAD， 看起是一个石像鬼石板甲，一个1技能过去，R技能是给了东北果子哥拿到人头，势如破竹拉出来。
好肉啊！这个盖伦，德莱文也来到了正面，2刀，看再打前排，再来一刀暴击，砍掉了萨勒芬尼，而且后续还要把矛头转向女警，点上一个大招，位置很危险，再一个钩子勾到女警了 ，CNT 又是个爱的魔力转圈圈，配合上没反倒，还没倒下，反倒打了一波小团灭啊！这波，哇，这波连太阳勋的机器人都扛到了最后一丝，直到安澜9出来，他就把这个人头拿到，但是小凯的伤害有点太高了，闪现过去，但是这些轨道差了一点点，东北果子过来一个弱者推山推到，但是伤害实在太低。2刀直接把这个辛德拉闪现打出来了。主要峡谷队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双 C 的输出实在太低了。对，刚刚那个女警的枪我感觉都 A 到冒火了，但就是 A 不死人。是的，枪管都冒烟了。反而是对于英雄队来说，整体前排也够扎实，后排输出给的也足。你看现在反倒是原本这个经济来说应该会相对的比较落后的赵露思，现在是在峡谷队的经济是非常好的。没问题，这把他打的也好，是技能都给的特别的准哦。这把帮着小凯扩大了非常大的优势。对，刚刚野区是抓到了一波在红区的一个入侵，而且整个英雄队他们的转线做的也相当漂亮。这把中路、下路的高地塔、中路外塔也没了，这波又是个勾到了一个盲僧，盲僧的位置有点危险。赵露思的大招虽然还很不错，但是伤害稍微不够啊。后续小凯也吃了对面的一套技能，但是没有死。成为英雄还在后面打伤害 ，CT 顶在最前面，所有的队友先处理后面的一个前排。石头人已经倒下了，小凯再打一个人头。王俊凯又是隔墙一勾太阳去把人勾了回来。德莱文有点杀嗨了，杀到对面防御塔下，给了女警一个 shutdown， 让子弹们狙了一下小凯，但是天佑小凯并没有倒下，主宰在场吗？阿兰9硬是用个 QRQ 把 CAD 给收掉，但是坐门过来的小凯还有一丝血，还要过来操作，被一波添一波，阿兰9拿到人头，但是亚米的一个状态配合后方的一个机器人，2个钩子怪是处理掉了阿兰9。是的，感觉英雄队已经打嗨了呀。德莱文刚是直接砍到内塔去了，闪现到内塔去了。就是感觉优势也足够大，是支撑他们做这样很激进的操作。而打了30多个头啊，也终于等来了我们海克斯的纳什男爵。是的，看一下这个纳什男爵，大概率这把是英雄队会拿下。那看一下有没有人会去抢王俊凯队长的这个霸王龙的驾驶权，这确实很期待啊。认真说，一般来说队内比较肥，尤其是中单位置不会去做，因为这个你做上去，你的英雄就不能操作了。一般是给队内经济比较少或者是装备稍微差一点的选手去做，去弥补这个前面经济落后的地方。是的。现在已经在动这个大龙了，大龙在峡谷队是过不来的，英雄队的面前也宛如一张薄纸啊，拿下了。那这样的话，在英雄队的全水就出现了一个海克斯科技暴龙。我们也要看一下英雄队，对，谁上这个暴龙？这个龙骑士。哎，镜头给过来，但好像是王俊凯上了，小凯成为了我们第一把赛道的魔暴龙骑士，魔暴龙小凯。看一下这个海克斯霸龙。能否直接帮助英雄队一波结束比赛？是的，现在左亚米右太阳勋，对吧？2大护法，没问题。CAT 也顶在最前面，直接被打了一套，闪现一个钩子没有中，他只需要等待着成为英雄往前推就行了。忍者绝命不会直接追死了东北果子哥吧？追死了，正面勾到了一个人，但是很漂亮的一个眩晕返场。哎，我感觉少了小凯的输出，其实这个魔暴龙打人不是很痛啊，但是伤害也够了，还是差距太大了。是成为英雄，成为了战场上面最重要的一个主宰。但这个魔暴龙打英雄虽然不痛，但是推塔实在太快了。小凯的机枪一直在打这个基地水晶，这边阿兰9的倒下，哦呦，一个 Q 还有后续吗？没有兵线，扛着兵线在杀。小凯已经打疯了，霸龙可能要倒下，但小凯还在 CT 还在点基地，进来踩了一个夹子，他要硬换，小凯扛不住吗？操作扛不住了，哇！但有机会，老师要把比赛给结束掉吗？弱者退赛，东北果子哥弱者退赛，这一刀跳在空中没有劈出来，被锁住了。峡谷队还守住了这一波，有悬念。天哪，我们究竟看了怎样的一场比赛啊？是的，英雄队刚刚是什么事？没有兵线，硬扛着基地的杀害，要杀人。只有一个远程兵在防御塔的边缘，他没有办法去扛防御塔的伤害。闪现一刀，哎呦，再一个大招，但 R2 没有中。这边又是个漂亮的一个眩晕反场留人了，阿兰9拿到了人头。没错，梅尼耶这边再次倒下啊。
但现在中路和下路两路的高地塔被推了之后，还是对于峡谷队来说有很大的压力。虽然他们刚刚在上一波团赵露思的一个眩晕返场是有非常好的效果，他魅惑到了4个人。这一把游戏就我看到画面上赵露思的所有眩晕返场的大招都中了。对，而且都是那种很关键的大，无论是控者还是打团控，熟练度是很高的。那平常就是拿着麦克风。所以进到峡谷里面拿着麦克风，这大招放得好，也合情合理，熟练。对，那龙魂也是由英雄队给拿下来。是的，冰霜龙魂已经拿下。还想尝试给压力啊 ，CAT 顶在最前面，经济的差距还是非常的大呀。但现在如果英雄队再比较激进的浪一波的话，那可能才会给到峡谷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还是要想办法用自己的守护自己的一个防御塔。但你看小凯的鞋子附魔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水银试弹，这边又是一个开团，看看这一波小凯没有被控到，一个大招也被小凯给躲过了，还要先处理前排，前排应该要倒下了，球英雄再来一刀，而且这边再去打一个对面的安然九，安然九这个时间有点危险，开启一个水银往后撤 ，CAT 顶在最前面，等待着队友往前来，一刀一个，德莱文再来一刀，收起掉了萨勒芬尼，后续又是一个钩子，没问题，再拿一个人头，德莱文拿到了3杀，提个穿堂葫芦，但没有提到 CAT， 花抓 Q 收尾。英雄队获得第一场表演赛的胜利，也同时有请所有的队员来到舞台的中央，掌声有请！好，欢迎我们所有的队员来到舞台的中央。刚刚这比赛看得非常的过瘾啊！那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英雄队的队长小凯。其实，在小凯坐上我们的这个机甲龙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在场和吃今天的萨勒芬尼发挥真的很好，尤其是大招的释放，露丝是不是偷偷在私下里一直在狂练这个英雄呢？其实我觉得萨勒上手会比较快，然后如果大家就像跟我一样比较新手的玩家，其实可以试试萨勒，而且萨勒主要是因为皮肤很好看。对，没错，其实萨勒芬尼啊，我看到萨勒芬尼这外形的时候，跟露丝今天的妆造就完美的搭配上了，就很像拿着麦克风在我们的现场。那同时，露丝，我想问问，今天在现场，尤其是在线下打比赛，你是怎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还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就是竞技游戏竞技的乐趣。它像一个很正式的比赛，但又不失乐趣，有团队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挺爽的。所以能够来到线下一起和大家进行这样的一场表演赛，其实也是电竞的魅力。接下来问一下我身边的梅尼也好了，王龙下一把必须得让露丝骑上，有没有信心？有，兄弟！好的，有你这句话，大家对于下一场的比赛是非常期待的，是吧？赶紧就想来下一把了。那再一次感谢各位。那同样的，我们的太阳勋和贺云可以先行休息，感谢两位上一局的精彩的表现。第2轮的表演赛呢，将会由萧炎和骚明替换上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戴上了眼镜，这种也有个战术的前缀。看一下这场比赛，峡谷队能否强势反击？也在疯狂的跟队友交流啊，感觉上场比赛可能调整的东西确实有一点儿，尤其是对于东北果子哥来说，立了 flag 得做到啊。对，就是这安秋金老哥，还有我们这个东北果子哥老哥，这个机会能坐在赵露思旁边打游戏，我相信是羡煞所有的召唤师啊。都还参加了咱们手游所有的表演赛当中，这是他使用过第4个不一样的。对，一直在用不同的英雄。这个英雄池可真厉害。是的，真的是很厉害。现在在做赛前的最后调试。第2场我们的明星表演赛，就往往到这个阶段了，总有人会来一种稿子的心态，有明星，有人表演。峡谷剑进入到我们的第2场比赛，这把英雄队来到了蓝色方。这把是由小凯选择操刀伊泽瑞尔，而且是我们这个水晶玫瑰。对，水晶玫瑰特别好看的一个系列皮肤啊！我们这个稍早在我们的现场也有很多的 coser 朋友们来cos了这一套皮肤。赵露思作为峡谷队这一把也来到了中路，选择使用了安妮。对阵到的是梅尼耶的一个亚索。这套皮肤也是呼声，就是
呼声非常大的，对，反响特别好的一个中国风水墨系列的一个皮肤。对，下路给的对线的压力其实挺足啊，E在这个英雄打线本来就厉害。而且这一把他属于那种换位置的，两边的我们品牌代言人都选择换了自己之前的位置。是的，等于刚刚小凯在中，对吧？然后赵露思是在下路，现在两个人对换了一个线。没错。下路镜头一转，果子哥就在吃果子。是的，果子哥应该是吃到了不少王俊凯的一个秘术射击啊，E技能又很准，又一个E技能，精准啊！这把也是带了一个虚弱加一个征服者，很比赛的带法，是非常比赛的一个带法。然后上路是有 CAT 的一个鳄鱼在对阵烧明的一个永恩啊，这把哥哥跟弟弟都出了。看捡完了空投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对线效果？不知道最近峡谷里面各位捡这个海克斯空投捡的怎么样？我是感觉捡那个变大变小很多，直接跳脸了，上来打一套，哇虚弱，但是这波冰女也来做一个保护，颜值博主跳下来直接过来找小凯，小凯这一波一血被拿到了，但是萧炎站了出来，而且还有一个被动，但东北果子哥这边如果径直往后走是不会吃到这个被动的一个伤害，萧炎身上E4血，N9跟过来，选择一个封一个闪现 Q 在萧炎的闪现也反应的非常及时，亚米也在后面啊，选择一个速5的一个刷法。下路第一波的对拼啊，让峡谷队也扳回一城。是，中路的对线就有点云淡风轻了。安然9想要来打破这个平衡吗？过来先上到5级，自己闪风，接头来卡痛，想杀安然9，两边皇城 PK， 但是好像打不过，最后被侯爷哥一刀破败王剑给带走了。而且还有一个护盾，加上一个风墙，规避了一波伤害。安然9这波并没有倒下。但盲僧来了，亚米已经来到了正面，看一下他想过去留安然9吗？有眼，亚米可能得闪现添一波，精准的拍到了，那回一击就是死。对，安然9还想操作，直接被个蓝城收了下来。是的，但镜头忽然来到一个下路，东北果子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打起来的。这一把局相较于上一局来说，就会显得比较保守，大家玩的都会比较，对，英雄也没有那么暴力。对，上一把都是什么德莱文啊，机器人。这把还是要来到了东北果子哥5级的时候，可能王俊凯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哎，就看萧炎对他做的一个保护。对，看他能不能有效的利用3技能去反映出对面的大招。而且这把两边的阵容都打到后面偏团战哦，就看团战谁的操作更好。上路 Cat 直接被打出了一个闪现，骚明的对线压制力给的很足啊。是的，安然9也在，茫茫教徒一开，而且是有一个回复效果，这是刚刚空投带来的一个空投的一个道具。对，亚米也来了，上野的一个2打2，想过来红盾咬住了，直接脚踢死。而且后续安然9的位置同样很炸，没烦恼也已经来到了正面。安然9要以1敌3，一个大招斩过去，他能换到鳄鱼捡起来吗？并不能，没有办法，被亚索给吹了起来，又是一波狂风崛起斩拿到人头。对，这一波并没有往上路去支援的一个赵露思过来，并没有被 Q 到，回头被个石头人的一个大招，阿尼的熊叫出来，赵露思拿到了这颗人头，没问题啊，这波 gank， 果子哥这一波思路很清晰，亚索还想过来操作，但是赵露思这里闪现也已经交了出来。没烦恼，还想再来操作吗？但有一个提波斯啊，他看到了东北果子哥的石头人现在已经是空蓝的一个情况，还想敢打得这么凶，吹到阿萨开，吹到以后但没有后续，因为自己的一个大招是在上路已经使用过了。这把确实会打得比较焦灼，马上就要迎来咱们的第一波资源团。是，现在英雄队还是一个经济小优的一个情况。资源团就看两边10名选手在团战里面的一个表现了。小凯直接跳脸打伤害，好凶啊！直接把安秋青的一个1/3血量给破克掉。而且照这个分线来看，可能两边都要围绕这个小龙，而且是个火龙，兵家必争之地。是的，现在所有人都在下半部的一个河道，准备来打一个火龙团。英雄队这边先把下路的一个兵线给推进过去。元素亚龙登场。盲僧的位置在对面的野区，他可能会想先配合着队友在野区蹲一下人。但峡谷队的人也包过来了，过来直接看到亚米想开，但是萧炎这边过来一个 W 踢到了很多人。王俊凯陪狼也给了一个大招，但是正面小凯还在，但是他要以1敌3闪现躲开了动画典礼，虚弱挂给了石头人，还在平原堂还想操作，这么能换掉过这个吗？差一点点。
哦，这一波差一点点，但是梅尼耶来了，他想拯救于队伍，但安然9做能力太强了，又是个击飞到了一个安妮，安妮这波也倒下，没扳倒还在操作，只剩下安然9一个人在正面4打4的战场里面。哇，两边血战，最后人头啊，应该是峡谷在这里稍微赚一点点，然后可以再拿到一条火龙。对，只要破败王这个英雄啊，在此时的作战能力太强了。但 Cat 也很懂，直接上来去找这个海克斯自走炮台。是的，我们上一把看到的一个是致谢，对，这一把是变成一个炮台，不一样的版本，有飞门哦。破败王也来到了正面，炮台已经被拿到了，还想再来留人吗？但果子的位置有点危险。这波交闪 ，Cat 也交闪，闪上去，下一波一个大招通关天灵，直接拿到了人头。这把安然9的发育非常好啊。而英雄队得看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下路直接一个大招留到了小炮，小炮这里走不掉，人头给到小凯。是的，这一波因为只有一个人在下路，即使是有闪现的，但是安秋金依旧是走不掉。同样的上路的一个边线，英雄队对2个人边线发动优势，但是赵露思赶到以后把人头给翻了回来，自己吃了一个风，但是亚索是没有大招的，可以闪现拉开。最后一波一技能应该是给不到了，安然9赶到啊，保护住了一个赵露思。赵露思这一波支援的很及时啊，而且下路也在推下路的防御塔。看下骚明想过来强行手，有一个冰女的2技能留住了骚明，那这样对小凯是没有威胁的。是的，这个2技能还挺关键的，因为刚刚吃到了1技能的一个击飞，如果被接一个大招的话，这一波会有点危险。对，但小凯身上也还有虚弱啊，这个虚弱也没有选择下，也信任了自己的这个辅助队友，萧炎可以给他一个冰角啊。没问题，而且这把打到现在为止，1塔还没有出现被推掉的情况。是的，我们上一把是5分出头，1塔就没了，5分前吧，我没记错。对，4分就多一点点被王俊凯的一个卢锡安给推掉了。对，这把还是比较势均力敌的。现在经济差距也没有很大。那小凯现在的一个魔宗进度247，下一把在准备往3项去迈进。这把峡谷队还是那种比较吃大招流的配合，而亚米在上路也释放了自己的一个海克斯炮台，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这个炮台对于防御塔和小兵的伤害啊是非常高的。对，他好像如果是单放这个东西打防御塔，他自己就可以推掉1/3左右的一个防御塔的一个血量。对，塔的经济也给到了 EZ， 但是小凯这个位置很危险，下路鳄鱼已经被抓掉了，选择刷一个大招，很精准刮到了一个安然9，但安然9这把发育的非常好。镜头一切看到了萧炎，应该这是自动施法判定去留到了自己身上。亚米添一波命中了安妮，安妮的位置还行，大招没有留到亚米，亚米又是一脚把骚明给送走。是的，一丝血，熊正在追，回头这里还要打吗？最后被这是小炮拿到了下路头，然后我们赵露思做了一波兑换，去改过去一个 Q 差一技能差一点点。小凯想操作了，但安然9来了，现在破败王段能力太强了，他2件套和亚索先打一套，但是安然9的一个大招，先收亚索的一个人头，再捡魂化身为亚索，他想再做追击，借石头人做位移，冰女赶紧用2技能减速留一下，2个他田斩回来变回本尊。这边下一个千载游野有没有好？闪现过去给一个1技能2段平 A， 但是萧炎有一个2技能定住了以后交闪，2闪顺利的拉开。再做一个海克斯的飞门来到下半区。这把安然9也是在峡谷里面肆意的穿梭啊，已经横着走了。是，现在打到了我们的游戏的一个中期。好反应，但是血量不支持小凯再来操作，但这波反应是真快啊！这反应是绝对有职业选手的一个水平，但可惜血量太低，一个车轮比都吃不起。对，下路对安然9完成了击杀，而且Cat还在跟骚明再来打，天一波没有中，风神绝电斩留到了2个人，鳄鱼已经倒下来了。亚米还想再做拉扯，骚明有风，闪现追，闪现1技能给的特别的漂亮，这把错一切正面，哎呦。刚刚是3层被动，并没有带血的一个提博士，有点可惜。有点可惜。马上第2条龙也要刷了，这把很焦灼，到目前为止经济差丢没有来到2000的这个范围，都保持在1000以内。而且这个时候可能要关注小凯的装备啊，3项还差一点儿。是的，得让队友云点经济给他。但对于英雄队来说，毕竟刚刚峡谷队最肥的安然9被受到一次击杀，这个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是个好消息。现在峡谷队也确实比较指望他们整套中野的这个配合吧。是的，两边可能要为第2条的一个小龙来做一个准备了。
站好位置了，蓝色方英雄队位置已经站好，峡谷队的人也来了，看一下谁来先手开启这波团战。是的，但这波王俊凯是没有闪现的，果子哥空大了，而且 CT 也受到了第一波起火，再过来找一个没有大招的石头人，石头人先被秒掉了，人头亚索已经拿到，而正面也留到了安妮，安妮也倒。现在英雄队很有机会，但是红色方的3个人还要再做追击，扫还在操作，对面剩下最后的一个永恩，又是一个追，没接上一个大招，添一波再一中，没办法打了一波3换3。是的，主要是安然九太肥了，他可以利用击杀以后的一个佛爷哥的一个被动捡魂，重新起来战斗，不断的收割团战。就这波比较可惜的是，道路斯被开了以后，陈顿的控制让他最后自己的一个金身并没有办法按出来。因为觉得他这一波是早有预警附魔了这个金身。是。做飞门，再回到下方去哦。这边是想要继续在野区里面发育。那这一波打完，峡谷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哦，控到了2条小龙。金鸡现在也是有一个1000不到2000的一个领先。而且兵线的压力有点大，亚米这玩帅的，是的，在回音梯滑行的过程当中直接溜回来，利用金钟罩来调整自己最后的一个落点。没错，但现在大龙就要刷了，这是果子哥的 flag， 峡谷队能否完成这个愿望呢？没有蓝色方的视野，确实视野的压力。峡谷队能拿到我们表演赛的第1条海克斯魔暴龙吗？这里想留亚米，想直接动对面的一个打野。果子哥的一个思路是完全没有问题，虽然没击杀，但是把亚米给打残，他这样的队伍可以5个人集结，直接来 run 我们的一个海克斯男爵了。精准弹幕也发现了龙的一个血量，萧炎进来了，看个视野，但是正面得看打野了。亚米在侧面先收1个人，但是大龙已经被拿了下来 ，CAT 还在对面找小炮，小炮一火箭将军给跳走，正面的战场已然成为了博耶哥的台。又捡起魂，还在给了自己一个金钟罩，没有倒，道路斯也拿到了一颗人头。哇，这一波安然九的操作是有点太为极限了。是安然九在龙坑里面不断的捡魂，再斩再捡魂。是的，安秋瑾也是这一把的一个小炮，比起上一把的女警，她这一把的发育是没有问题的，她也带走一个双杀。没错，现在峡谷队也迎来了最为激动的时刻，准备乘坐我们的一个魔暴龙，赵露思也坐到了我们海克斯魔暴龙里面了。现在是峡谷队的一个推进回合。后面还有我们这个石头人啊，这个新皮肤也是一个车系列的一个皮肤，是围绕着这个赵露思所骑到的海克斯霸龙去做一波推进。现在峡谷队是很有机会能够在中路再拿一些优势。是的，英雄队能扛住这波压力吗？而且海克斯暴龙毕竟不受这个控制影响啊，你很难去开到它。这个魔暴龙的一个技能有一个伤害量不是特别高，但是范围很大的一个导弹，还有一个给小兵上护盾。然后它还有一个大招是激光，可以直接对防御塔造成一个很大额的一个伤害。是的。正面又想留下鳄鱼，鳄鱼是没有大招的，鳄鱼直接被秒了，而且萧炎大师给到了自己身上，侧面还在再留，盲僧也被击杀。现在英雄队是一个3打5的一个状态，他们要守住这个高地。小包已经跳脸了，直接跳了进去，和冰女完成了一波互换。是的，安秋瑾这波选择自爆流，直接上去跟对面1个人换命。英雄队只剩下双 C 了。但是有一个防御塔的护盾，是的，连推2座防御塔的话，这样基地水晶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额护盾所以现在峡谷队想要把这个打掉是比较难的，而且魔暴龙下方那个红条时间也快到了，魔暴龙倒下了，小凯完成了一波，但这个跳脸是有点危险的，但是他伤害非常高，直接打退了果子哥，接不到3个人，狂风绝世斩，接下来小凯再跟伤害，有点可惜啊。好险自己的一个点火是最后烧死了1个人，主要只剩下2个人了，再多1个人，感觉英雄队都能完成一波反扑。是的，而且安然九这边又追到了刚复活的一个亚米，亚米再度倒下。那这一波峡谷队虽然没有像上一场的英雄队一样，一波魔暴龙的总攻就拿下比赛，但这一波打完以后，经济的差值还是让他们的领先变得比较大了。而且时间来得很早，现在15分钟刚到就已经破了中路的高地塔。是，接下来的野区资源对于英雄队来说是有点难防守的。现在会不会峡谷队等20秒以后直接来拿到自己一个龙魂？小凯3件套了。伊泽瑞尔这个装备是有机会拯救团队的，是，但他这把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也有一个3件套14级的一个佛爷哥。佛爷哥为什么是比赛场上比较热门的选择啊？就是在此，
他也是一个在打野位上面比较容易去作为 carry 的一个英雄。对。但是我们小凯的这个英文名，对吧？也是 carry。看一下第3条小龙刷新，谁能够拿下这波团的胜利？想过来看是个安妮，安妮开出了金身，这边冰女也开启了一个大招大楼给自己，这边 CT 先跟对面人扭打在一起，小凯击杀掉了安妮，但冰的位置同样很差，这波再跳回来收掉了果子哥，小凯拿到了一个双杀 double， 但是安澜九这边也站起来了，捡魂捡起来，是一个盲神先2技能往后调整一个位置，再利用大招通关天灵铲回来，小凯这边剩下一个半血，虽然狂风绝技斩卷出来，但是1敌3没有办法。这时候永恩也踏出来是吧？王俊凯打到剩下200点血，阿兰九这边感觉是不想放过小凯了，因为剩下的正面的队友感觉已经要去太中路这个兵线，但小凯的1技能真的很准，一直在刷新自己的3技能，再一个奥数越切，有虚弱给到空了一个1，平衡1在穿插，再打有眼闪现没有中，给一个大招，小凯有机会了，哇，拿到这个下道连胜终结。但是这波他还想回家守护自己的基地，主堡回来了。小野跟亚米福也已经复活，但是基地撑不住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得过不过瘾？再一次感谢各位来到线下，其实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电竞氛围才会变得如此的火热，真的非常的燃。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的中央，安妮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所以说想问问，在打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呢？安妮其实是我的启蒙角色，然后呢，我非常喜欢打安妮。今天是在拉克斯跟安妮之间想了一下，因为最近在练拉克斯，但是我感觉好像因为上一把有点悬嘛，然后我想说还是要打一个靠谱一点的。然后呢，秋金老师跟我说让我就还是他觉得我安妮打得行吧，然后就打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跟之前不一样，就是骑龙很爽。骑龙真的很爽，但是我听到他们跟我说，你就进去，别害怕，就进去玩，在里面甩尾巴，我就进去了，结果就是还是死在那。对，所以说这个新的版本，我相信大家在看完露丝坐上这个机甲龙之后，一定是非常想要自己也去尝试一下。同时呢，拿到这个安妮的英雄，我相信因为是之前的启蒙英雄嘛，也是非常的手热的。那我想问问露丝，如果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新的版本，你觉得大家怎么样才会喜欢玩这个新的版本？我觉得如果是想要感受科技给电竞带来的额外 buff 的话，就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新的英雄联盟的这个新的版本峡谷，这个对。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这个安哥。安哥，其实安哥今天第1局是跟我们露丝走下的，第2局是跟小凯直接在下路对线。你这样的游戏应该是人生赢家的感受了，想问问这2局什么样的感受呢？第1局呢，我就有一个想法，被勾麻了被勾麻了。但是呢，第2局呢，我们就好好的调整一下这个心态，然后拿出小炮去打了一个对线。第2把赢了，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玩游戏的意义呢，就是和朋友一起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的左右两边，其实也算是非常的 carry 了。第2局感受还是就是蛮开心的嘛，因为能跟露丝姐一起玩游戏，然后露丝姐也非常的认真，她说这玩意认真一点被点名了。所以呢，今天你们在打最后的这个大龙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沟通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说露丝姐直接来上机甲龙？他们是凭着说今天一定要让我骑一下龙的决心。对，每一个人有着共同的目标，能够拿到这一个大龙，让露丝可以玩一下，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想问我们的果子哥，果子哥果然没有食言，有什么想说的？想说的就是希望咱们的每一位男召唤师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水灵兽保护自己，也希望男召唤师们能够成为一只非常强大的凤凰来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谢谢。哇哦，好浪漫哦！差点以为今天是7夕了。来问问骚明，今天这个永恩在龙团发挥非常的出色，能不能说说你今天的比赛的感受呢？第1把在场下看兄弟们输了很难受，第2把上来一定要拿下这把比赛我跟9哥反正配合的非常好。
是的，带着使命上来的。我相信每一位的召唤师在看我们2局表演赛之后呢，也觉得非常的过瘾了。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选手以及我们的露丝，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我们的7月18号正式开启的海克斯科技版的召唤师峡谷。各位召唤师呢，可以前往我们的游戏体验进化版的峡谷的快乐。那我们这一次2周年的庆典海克斯狂欢夜的明星表演赛部分呢，到此也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